这是一位连福尔摩斯和柯南都自愧不如的侦探，破案率高达100%。然而他的罪犯逮捕率却是0，只因为每次破案之后，他都会把罪犯逼到自杀。最近市里又出现了一起连环谋杀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5个受害者，而且犯罪手法一模一样。搜查一课的队长雨宫立刻召集人手搜查现场，却把最积极的一色嘟嘟丸踢了出去。毕竟这小子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典范，之前被犯人欺骗，让对方逃跑了3次，半夜在住宅区打听情报，却被人报警抓走，诸如此类影响调查的事情不胜枚举。不过他也是破案心切，现在也担心案件迟迟没有进展，受害者会越来越多。上司就给他推荐了一个人，让他去找这个名为鸭奶桥论的侦探试试。嘟嘟丸按照地址来到了鸭奶桥所住的公寓，没想到还没按门铃，里面就传出来一句别保持期待了。嘟嘟丸一脸懵逼，问他是不是认错人了，结果里面的人突然大发雷霆，训斥他，你这是有求于人的态度吗？看上去像是知道嘟嘟丸是来干嘛的，嘟嘟丸只好把局叔的名头搬了出来，门竟然真的开了，就是面前这个人跟照片上的精英侦探明显判若两人啊，说好的帅哥呢？不过现在这个是颓废风的帅哥，给嘟嘟丸开了门之后，就直接倒在了软绵绵的地板上。这个房间简直一览无余，里面没有任何家具，传说中的精英侦探也只是个满口怪话的谜语人。嘟嘟丸无视了他的碎碎念，直接说正事儿，也就是最近那个连环杀人案。鸭奶桥却表示自己早就不当侦探了，之前被局叔送过来的那些想跟他搭档的警察都被他撵走了，嘟嘟丸也不会是例外。他这种人还是赶紧去神社求神问卜吧。原本真打算离开的嘟嘟丸却停了下来，因为他今天真的去了一趟神社。鸭奶桥随口解释，他的肩膀上沾到了松树的花粉，这附近只有若菜神社的参道两侧才有，以及嘟嘟丸左边口袋装着没开过的罐装咖啡，右边口袋里则有零钱碰撞的声音。由此可知，他为了投香油钱，把钞票换成了零钱。嘟嘟丸满脸震惊，他全都说对了。但这还没完，鸭奶桥又根据他的性格和知道要避开参道中间走旁边这种冷门知识，推测出他是被祖父母养大的，而这种个性的人在搜查一课肯定是个累赘，为了不被踢出去才跑来找自己求助。嘟嘟丸现在已经从震惊转为兴奋了，如果是这个人的话，说不定真的可以抓到凶手啊。鸭奶桥说什么都不愿意听他说案件，结果两人争执之间，雨宫打来电话，第一句话就是第6个人被杀了。因为嘟嘟丸现在离现场最近，雨宫让他赶紧过去，鸭奶桥却压抑不住自己想要破案的心情了。原来他不听嘟嘟丸说案情，是因为一旦听到就会控制不住，所以他才不能继续当侦探，每天在这个屋子浑浑噩噩的度日，不然那个致命缺陷会害了更多的人。现在嘟嘟丸打破了那个潘多拉魔盒，他听到鸭奶桥说自己有致命缺陷，还以为是什么疾病，当即表示无论如何也要把他带过去，不管发生什么事，自己都会在一旁支援他的。鸭奶桥被说服了，但是对嘟嘟丸提出了一个要求，你的视线绝对不能离开我。嘟嘟丸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下来。两人迅速赶往了第6个受害者被发现的公园，受害者的身份已经查明，是一位私人投资者，身上还有昨晚收到的企业家宴会邀请函。正在嘟嘟丸向现场警察了解情况的时候，鸭奶桥却直接跳过去，躺在了死者身边。这个男人竟然在欣赏死者，而且一直在自言自语询问死者身上的疑点，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被溺死？为什么完全没反抗就把值钱的东西送给别人？一旁的警员很惊讶，这些信息他都还没来得及说出来呢。而鸭奶桥自然是根据尸体的状况判断的，从嘴角的白色泡沫推出来，可能是溺死。手腕上有手表的痕迹，却不见手表，说明是被人拿走了。嘟嘟丸也赶紧解释，这人跟前5个人的死法一样，都是在没有水的地方被发现溺死，体内没有检测出药物，身上没有伤口和打斗痕迹，值钱的东西也都被拿走了。受害人除了都是男性，就没有其他共同点了。不过根据他们生前的行动可以推测出来，这些人分别要去参加约会、庆祝会、同学会、结婚典礼和生日派对，将这几个目的地结合起来，可以缩小出一个区域，是受害者们都会去的地方。
但是那个区域并没有湖或者河之类能够溺死的场所。听到这句话，鸭乃乔的眼睛瞬间就亮了起来，轻轻拔了一下头发，露出了璀璨的蓝色眼睛。谁说没有的？走，现在就去找犯人了。鸭乃乔让嘟嘟丸带着钱跟自己走，先带他去商场买了套夸张的貂皮大衣，又嫌弃他那个鸡窝头，要带他去理发。带他来到了一家理发店，交代了一些事情，就让他一个人进去了，自己则躺在大街上等着。理发师是一个非常健谈的大叔，先让嘟嘟丸把头放在水池里打湿头发，察觉到嘟嘟丸没有声音了，当即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然后开始放水，眼睁睁看着昏迷的嘟嘟丸被水淹没。好在关键时刻，鸭乃乔推门而入，嘟嘟丸也憋不下去，抬起了头。很明显，连环杀人案的凶手就是这个理发师。受害者们之所以没有任何反抗，就是因为这个水槽里装的其实是缺氧空气，人只要吸上几口就会昏迷，昏迷之后再被水槽里的水溺死，夺走身上的所有财物后被抛尸。这就是理发师的作案手法。在查看受害者照片的时候，鸭乃乔就发现了这些人的发髻都出现了色差，却没染。如果要去参加同学会或者派对，肯定是要盛装打扮一番的。那么他们在出发之前，势必要先去一趟理发店或者美容厅，其中让客人趴着洗头的理发店更容易达成缺氧窒息的条件。而犯人害怕行迹败露，肯定只会挑第一次上门的客人。鸭乃乔从受害者的行动范围锁定不预约也能上门的店，再从中筛选从外面无法看到杀人现场的店面，而且附近有可以取得干冰制造缺氧条件的地方，唯一符合的就只有这一家了。所以鸭乃乔才会让嘟嘟丸扮演一个人傻钱多的暴发户。犯人一听说嘟嘟丸是警察，立刻夺门而逃。嘟嘟丸赶紧追着他上了天台，可惜逃跑路线已经被鸭乃乔提前锁住了。理发师是被别人忽悠玩股票赔得血本无归，他想杀那些有钱人泄愤。听到他的解释，嘟嘟丸表示不理解，鸭乃乔却直接指着一旁让理发师跳下去。他这种不重视别人性命的家伙就应该去死。万万没想到，犯人就像是被蛊惑了一下，竟然真的毫不犹豫地往下跳。幸好嘟嘟丸赶紧冲上去拽住了他，鸭乃乔也如梦初醒一般，以为犯人又被自己逼死了，开始自怨自艾。结果一回头被嘟嘟丸拉着呢，他很震惊，这个警察难道是笨蛋吗？可是笨蛋竟然已经快和犯人一起掉下去了。鸭乃乔这才不紧不慢地出手，把他们俩都吊了起来。现在他心中燃起了重新当侦探的希望，只要能跟这个笨蛋警察合作，他就不用担心会再把犯人逼死了。原来他最需要的搭档不是优秀人才，而是嘟嘟丸这种热血笨蛋。鸭乃乔大手一挥，从今天起我来当你的大脑，把你接到的所有案子都带来给我吧。这个名叫 Blue 的学校是世界上最顶尖的侦探培训学校，你能叫出名字的所有名侦探都毕业于这所学校，而鸭乃乔在那里一直保持第1名的成绩，还被誉为创校以来的首位天才。而他在实习课上追捕的犯人全都死于非命，校方觉得他有嫌疑，就把他开除，还剥夺了他考取侦探执照的资格。没有执照就不能查任何案子，不然就会被 Blue 处死。所以以后鸭乃乔只能做嘟嘟丸的大脑，不管是侦探的名号还是破案的荣誉，全都由嘟嘟丸来承担，他只会悄悄给予指示而已。可惜嘟嘟丸在搜查一课不受待见，一般也接不到什么大案子。比如今天收到消息说在河边发现一具男尸，嘟嘟丸积极参与却被雨公拒绝，说有一个更适合他的案子，说着就把资料扔进了嘟嘟丸专用的委托箱，里面全都是一些不重要的案子和杂物。这个案子是有人报案说存钱筒的钱少了，应该送错到了搜查一课，对方坚持说是绝对不可能的犯罪。鸭乃乔瞬间就来了兴趣，当场变装和嘟嘟丸一起去了报案人家里。开门的正是报案人，玄关还放着一个非常大的行李箱。报案人解释，这是一起住的姐姐的，她回老家了，钱少了的存钱罐是这个最普通的小猪存钱罐，是在附近的杂货店买的。前2天姐妹俩都不在家，妹妹是昨天回来的，一抱存钱罐就觉得变轻了。这时鸭乃乔却玩起了一旁的首饰架，妹妹说那是姐姐的。那么问题来了，犯人为什么只偷钱却不偷更值钱的首饰呢？紧接着妹妹又想起来一件事，说是最近经常接到不出声的电话，因为这个原因他们离家前特地把门窗都锁好了。
鸭乃乔听到后当场躺下了，宣布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犯罪，门窗锁紧，存钱罐又是只进不出的，没有任何人能做到这种事情。说话间，这家的姐姐也回来了。姐姐是回老家帮忙后留在那里住了一晚，昨天才回来。她觉得存钱罐变轻是妹妹的错觉，妹妹却坚持肯定少东西了。这只小猪原本和铁制的装饰品一样重呢。鸭乃乔就等着她说这句话呢，立刻坐起来，让妹妹把存钱罐砸碎，又让嘟嘟林把零钱收集起来，送去鉴定科采集指纹，自己则要去散步，傍晚集合。等嘟嘟丸在外面找到鸭乃乔的时候，刚好结果也出来了，那些零钱上竟然只有姐姐一个人的指纹。而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正是宫羽负责的河边男尸案。鸭乃乔又像上次那样躺尸体旁边跟他唠嗑，现在线索全都凑齐了。他将一个纸袋扔给嘟嘟丸，接下来将由他向所有人解密这2个案子。等到姐妹俩也过来之后，嘟嘟丸先解开了存钱罐的谜题。既然根本不可能从原本的存钱罐里只偷走妹妹的钱，那唯一可能的就是那已经不是原本的存钱罐了。嘟嘟丸掏出了一个鸭乃乔在附近杂货店买的一模一样的存钱罐，解释其实是姐姐为了隐瞒原本存钱罐被打破的事情，偷偷买了一个新的存钱罐，并自己放钱进去，而做这一切只是为了掩盖她杀掉那边那个男人的事实。原来那个男人其实是个跟踪狂，姐姐一个人回家的时候被跟踪狂入室施暴，情急之下抄起手边的存钱罐就把男人给砸死了，之后匆忙用行李箱将尸体搬到河边丢弃，又去杂货店买了一模一样的存钱罐，不然只是去老家住一晚的话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大的行李箱。所有证据都摆在眼前，姐姐承认一切都是她做的。结果鸭乃乔又犯病了，让姐姐去跳河，姐姐也像是被控制了一样，立刻往河边跑。好在最后还是被嘟嘟丸给救了上来。鸭乃乔清醒过来后，看到浑身湿透的嘟嘟丸和犯人，也终于放下心来。这个笨蛋警察果然没让他失望啊！而这一次，鸭乃乔的亮相也让宫羽成为了他的迷妹。看来今后嘟嘟丸也能带过来一些让鸭乃乔感兴趣的案子了。殊不知，一场危机正在悄悄走近。Blue 的指导员们听说鸭乃乔又开始暗中行动了，他们绝不允许这种杀人侦探继续存在。破案率100%的超级天才却被勒令不许做侦探，不然就要被处死。5年前，鸭乃乔被赶出了著名侦探学校 Blue。2年后，因为笨蛋检察嘟嘟丸让他燃起了重新当侦探的希望。结果这件事儿又被学校给察觉了，他们派了一位指导员来日本调查，看鸭乃乔是否真的又开始当侦探了。为了不再让惨剧发生，一旦确认，鸭乃乔将会被学校处刑。而他和嘟嘟丸对此还一无所知。这天，嘟嘟丸被鸭乃乔一个电话召唤到了超市，因为他买猫粮没带钱，特地叫个冤大头过来帮自己付钱的。于是冤大头嘟嘟丸又被坑了一笔，不过他们也拿到了一张超市搞活动的抽奖券。万万没想到，欧皇鸭乃乔一发就中了头奖，情侣套票的温泉双人旅行。店员还表示刚好适合你们俩。但是鸭乃乔可不想跟笨蛋分享，美其名曰是自己抽到的，所以他要去2次，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没办法，只能不情不愿地带上嘟嘟丸了。而2等奖的单人温泉旅行在之前也已经被抽中了。等他们离开后，摊位就走过来一个紫发男人，这个男人正是侦探学校派来的那位指导员。现在他已经知道了鸭乃乔将会去温泉旅行，不知道究竟会使出什么手段试探呢？一到周末，鸭乃乔和嘟嘟丸就踏上了前往红染温泉的旅行。司机感慨他们运气真好，直到昨天那边都还下大雨呢，结果今天就放晴了。说着还递给2人一份旅馆的介绍手册，又讲起了关于红染温泉的传说，说是以前有一位主公大人看到了漫山遍野的枫叶倒映在温泉水面，非常美丽，就以此做了一首诗。这时鸭乃乔注意到旅馆手册上写的是本馆，提醒司机自己抽中的不是别馆哦。司机竟然吓得紧急刹车，然后重新拿出一张介绍手册，这次只有黑白影印的一张纸而已，将2人送到目的地就急匆匆的离开了。鸭乃乔一下车就说了句真是有趣的旅馆。要说哪里有趣，走近看才能知道，旅馆的招牌都变成了这副模样，从外表看更是破烂不堪，就像被台风扫过一样。
让人很难不怀疑这里究竟还有没有在营业。众所周知，免费的才是最贵的，免费的温泉旅行再怎么差劲儿也只能将就了。率先出来迎客的是和善的老板和老板娘，但紧接着那位指导员也走了出来，身上穿的同样是旅馆的制服，并且直接道出了嘟嘟丸的职业是警察，因为他的皮鞋前面磨损很严重，只有经常全力奔跑才会变成这样，穿着皮鞋全力奔跑也只有抓捕犯人的警察了。嘟嘟丸忍不住为他的推理惊叹，鸭奶乔不乐意了，当着我的面撩我的搭档，当即提出对方的漏洞，需要穿着皮鞋全力奔跑的职业也可能是记者，这人肯定是看了他们的资料才知道的。指导员并没有否认，当两人办理入住之后，告诉他们晚上7点开饭。鸭奶乔立刻判断出应该还有其他来住宿的客人，不然不会定好时间开饭。指导员便告诉他们还有另外3组也是今天入住。鸭奶乔应了一声，就带着嘟嘟丸去房间了。指导员的脸瞬间变得痴汉了起来，这个洞察力绝对没错，他就是鸭奶乔论。将东西放在房间之后，鸭奶乔和嘟嘟丸就去泡露天温泉了。鸭奶乔还跟嘟嘟丸讲了司机讲的那个传说的另一个版本，流经这里的河川是有高低落差的急流，经常泛滥，于是村民们就把一位年轻女性当作祭品。没想到第2天泛滥真的停了，只是之后的几天里，这附近的河川和温泉都被染成了红色。聊着聊着，嘟嘟丸就注意到了鸭奶乔脖子上的刺青，鸭奶乔却说那是伤痕，他全身上下都受过重伤，不过最后只有这个伤痕留了下来，伤痕里面还有一个6，是和鸭奶乔出生有关系的数字。泡完温泉后，两人就去食堂吃晚饭了，里面还有今天来的其他客人。鸭奶乔的蛋包饭上浇了满满的黑糖蜜，它主要就是靠这个补脑的。好家伙，你也是5条悟吗？在吃饭之前，鸭奶乔先观察了其他客人，不远处的应该是一对夫妇，妻子擦干净眼镜才看清面前的丰富餐品。另外一桌则是单独的一位客人，看来还有一组客人没来，但对于鸭奶乔来说已经够了，5个人刚好可以玩大富翁。说着不由分说邀请其他人一起过来玩，可是人家都还没吃完饭呢。嘟嘟丸连忙替他给大家道歉，又告诉鸭奶乔，一般人来温泉旅馆都会打桌球，谁玩你的大富翁啊？吃饱喝足后，他们来到了破破烂烂的活动房，房间里还有一副红染传说的古老卷轴。鸭奶乔又找到一副球拍，要和嘟嘟丸比赛，输的人要一辈子给赢的人当奴隶。话音刚落，就一记重拳打过去，嘟嘟丸没能接下来，球被球拍弹飞，落到了窗外的温泉石头上。因为球只有这么一颗，他们只能大半夜跑出去捡球，结果球还是被冲走了。冻得瑟瑟发抖的两人决定再去泡个温泉。与此同时，最后一组客人也过来了，万万没想到，竟然是雨宫。女警察赤身裸体跑到南域泡温泉也就算了，竟然还刚好碰到了自己的下属，并且展现出了自己狂野奔放的一面，这个太尴尬了。更尴尬的是，另一位是他的男神啊！雨宫都想当场自尽了，只能借酒消愁。但是这姐一喝醉就容易说胡话，最后狠狠瞪了嘟嘟丸一眼，就回房间去了。不远处的那对看起来像夫妻的男女则准备去泡温泉。夫人先去房间收拾东西，鸭奶乔看到2位客人都很无聊的样子，立刻掏出大富翁，邀请他们一起来玩。大叔和小姐姐虽然答应了，不过依旧一副兴致缺缺的样子。双双感慨，如果人生也能这样重来就好了。玩了几把之后，各回各的房间。这时指导员看了一眼手表，到了第2天，果然出事了。一大早，众人就听到了一声尖叫，负责打扫温泉的工作人员在女子温泉发现了尸体，正是昨晚那对夫妻的太太。丈夫也闻声赶来，立刻就想冲下去看看自己的妻子，被嘟嘟丸拦住，不能破坏现场。雨宫则上前检查了一下尸体，已经出现了僵硬状况，遇害时间应该是凌晨0点到2点之间。鸭奶乔则直接来到尸体面前安慰他，我一定会替你报仇雪恨的。尸体身上没有明显的外伤，但温泉里比起昨晚多了很多落叶，就像传说中的鲜红水面一样。难道这位夫人也被当成了祭品吗？鸭奶乔将主场交给了嘟嘟丸，嘟嘟丸赶紧问老板，昨晚0点到2点之间有没有人发现什么异常？老板表示，他们旅馆是轮班制，那个时间只有1个工作人员在值班，而这个人正是指导员。
指导员告诉大家，自己昨晚一直在注意客人们的动向，在那位太太回房间之前，只有一个人比他先回去，没错，正是雨宫刑警。然而鸭乃乔直接笃定犯人绝不是雨宫，而是在场的另一个人，因为雨宫是绝不可能制造出这种状况的。接下来他就将为他们证明这一点。真正的凶手究竟是谁？鸭乃乔又是否会落入指导员的陷阱呢？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温泉水池凭空冒出一具女尸，凶手竟然是住同一家旅馆的女刑警。因为按作案时间来看，只有比受害者更早回房间的人才有时间作案，唯一符合的就只有雨宫警官了。可不远处的帅哥鸭乃乔却笃定表示不是雨宫，而是在场的另一个人。雨宫根本就没办法制造出这种情况。那位侦探培训学校的教官立刻露出奸笑，就等着你表现吧，鸭乃乔，等我抓住你当侦探的证据，看我不把你，嘿嘿嘿。结果下一秒，鸭乃乔冒出来一句：“以上都是一色刑警推断出来的呢。”嘟嘟丸大惊失色：“我推断了个嘚儿啊，我啥也不知道啊！”当然，之后还是由鸭乃乔来代替嘟嘟丸进行解释。来到这家旅馆的客人都会在车上被司机送一张介绍海报，上面有关于红染温泉背后的传说。介绍海报是工作人员自己做的，只有坐他们的车过来的客人才能拿到。然而雨宫昨晚是一个人来到这里的，根本就没有机会看到那张介绍手册，自然也不知道当年这个地方的人们把一个年轻女性当成祭品扔进了河里，所以不会故意弄成和祭品女性一样的死法。大家都认可了一色刑警的推理，那么凶手到底是谁呢？这时昨晚独自喝酒的小姐姐说她看到了灵异现象。晚餐结束，她回房间的路上看到窗外的水面上冒着奇妙的白雾，就像是魂魄一样。鸭乃乔却只顾着去水里找他昨晚和嘟嘟丸丢的那颗乒乓球，原来是卡在了水槽和树枝上。水槽、树枝再加上叶子和乒乓球，就变成了一个小型水坝。鸭乃乔又环顾四周，想找东西把乒乓球捞上来，没想到发现了温泉边上的一个脚踏垫。就在他纠结这东西能不能捞乒乓球的时候，雨宫走了过来。现在他本人身上有嫌疑，只能不甘心的将这次的案件交给嘟嘟丸全权负责，又气冲冲的吐槽自己怎么净遇到倒霉事儿，昨天还把男子温泉当做女子温泉跑进去。听到这句话的鸭乃乔突然抓住了盲点，告诉雨宫，其实昨晚他并没有走错，刚好地区警察过来了，案发现场被移交给负责的警察们，鸭乃乔独自一人回到了房间。那个教官连忙跟上进入了隔壁的房间，只要趴在墙壁上就能听到他们的对话了。嘟嘟丸进来告诉鸭乃乔，死者的死因是心肌梗塞。死者的丈夫说自己太太原本就患有心脏病。鸭乃乔问他验尸官有没有说别的什么，话音刚落就察觉到隔壁有人偷听，直接一拳砸过去，把指导员的耳朵都快震聋了。嘟嘟丸也想起来了那位太太的具体死因，应该是更衣室和户外的温差引起的热休克。这个说法确认了鸭乃乔的猜想，不过接下来需要让嘟嘟丸负责向大家解答。他们将众人重新聚集到了后院，嘟嘟丸笃定地表示犯人就在他们之中，而且是原本就知道被害者心脏不好的人，没错，就是死者的丈夫。那个男人还在强词夺理，说自己跟妻子感情很好，怎么会杀害他呢？最重要的是，案发时间他和其他人都在休息室里玩大富翁呢，这当然是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死者丈夫早就已经设好了陷阱，等着妻子。说完后，嘟嘟丸开始为大家演示。首先用脚踏垫把进入浴池的入口盖起来，制造出地洞陷阱。近视眼又没戴眼镜的太太肯定看不清，一脚踩空摔进温泉，再起不能。如果是普通的温泉水，肯定不足以致命。但那个时候的温泉水是接近0度的冷水，犯人用的道具就是之前卡住乒乓球的雨水槽，因为这个温泉旁边就有一条高低差的河流，他利用2根雨水槽先将河川上流的冷水引入浴池，再把温泉口流出的热水引入河里，冷水池也就完成了。而小姐姐昨晚看到的白雾，其实就是温泉水流入冰冷的河里产生的水蒸气。唯一的问题在于，2天前被大雨冲下来的落叶混入河水中，一起流进了温泉浴池，犯人无法清理干净，就干脆利用那个传说，故意撒下落叶，假装成灵异事件，掩盖自己的罪行。
但还有一个问题，这里可是女性浴池，犯人作为男性要如何进来布置呢？这个丧心病狂的男人为了杀害自己的妻子，竟然把女子温泉和男子温泉入口的门帘调换了一下，将女性诱导到男子温泉，自己则安心在女子温泉那边布置。结果没想到，嘟嘟丸和鸭奶桥早就已经在男子温泉泡着了，搞得后面被误导进去的雨宫在男神面前丢大脸。只要查一下挂着门帘的杆子上有没有死者丈夫的指纹，大概就能知道嘟嘟丸说的对不对了。事已至此，男人不得不承认，果然就是他杀了妻子，而这一切竟然是为了小三儿。没错，小三儿就是那个孤身一人的小姐姐。嘟嘟丸气不过，吼了男人一句，对方老老实实被警察抓走。嘟嘟丸心情复杂，一回头看到鸭奶桥被人给拽走了，追上去之后发现人被吊在了树上。紫毛教官也公布了自己的身份，他叫修比兹，是追踪学的教官。鸭奶桥不以为意，早在商店街的抽奖活动中他就注意到了这个人，就这还追踪学教官呢。鸭奶桥强词夺理，一切都是一色警官推理出来的，跟自己无关。可惜修比兹不仅专业不过关，还不讲理，我说是你就是你。那个笨蛋警察连我的存在都没有发现，怎么可能做出如此精彩的推理？殊不知鸭奶桥早就看穿他有求于自己了。修比兹彻底被鸭奶桥的聪明才智折服，坦诚他的确想要委托他一件事。原来这人是因为推理能力不强，才努力磨练追踪能力当不录的教官的，目的就是找到最优秀的侦探，帮他解开家人失踪之谜。找来找去，最优秀的侦探竟然是个被逐出校的，他就借着这次的机会出来找鸭奶桥了，甚至向鸭奶桥表忠心，表示自己不会上报给学校，同时还会协助他的侦探工作，只要他愿意帮自己调查家人的事情。自顾自说完后就乐呵呵的走了，原来是个傻大哥呀。而鸭奶桥又免费收了一个小弟。一段时间后，搜查一课又来大案子了，在爱知县引起大骚动的连环杀人案，在他们组内也发生了。今天爱知县的刑警也会过来一起查。那位人送外号慧眼的翡翠，是杀人案破案率排名全国第一的超能干刑警翡翠成吉，也是雨宫的强劲对手，所以他决定把嘟嘟丸安排成共同搜查的负责人。毕竟其他部下都很优秀，他才不舍得借呢。话音刚落，传说中的龟毛刑警就进来了，先用镊子捋了一下头发，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怪癖，然后就开始对在场的每一个人进行挑刺找茬。现在唯二站着的人就只剩下嘟嘟丸和雨宫。不过翡翠对嘟嘟丸只有一句评价，那就是你非常不适合当刑警。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么吹毛求疵的翡翠刑警竟然也有一个非常满意的助理。他的副手名叫山根，翡翠的镊子刚在和雨宫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山根立马就能递上去替换的镊子，资料也整理得井井有条。但是没关系，雨宫这边有嘟嘟丸呢，结果人家直接把嘟嘟丸无视了。几人先去了案发现场，尸体是在一辆火车里发现的，火车里是爱知县的司机要往都内运送的一件雕像的美术品。到地方一开车门，发现雕像变成了尸体。这具尸体和连环杀人案的其他几个受害者一样，都是被砍掉了一双手。究竟是多么丧心病狂的凶手，在杀人之后还要把人家的手割下来收藏。嘟嘟丸想帮忙，却再一次被翡翠刑警无视。这种时候当然轮到他的好搭档鸭奶桥出马了。这次鸭奶桥 cos 的是操偶师，翡翠直接表示，这种半吊子民间大师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鸭奶桥自然不肯离开。既然如此，翡翠可就要挑刺儿了。一般人认为鸭嘴的嘴和鸟一样硬，实际上却和橡胶一样软。说着就拿着镊子朝鸭奶桥手里的鸭嘴兽玩偶攻去，没想到戳上去竟然真的是橡胶的手感。他立刻肯定了鸭奶桥的能力，并允许他同行。而嘟嘟丸依旧在被无视。鸭奶桥同样称赞这个刑警是个了不起的人才，但是在听到嘟嘟丸说他是杀人案破案率排名全国第一的超能干刑警，立刻改口喊翡翠可恶的镊子混蛋，绝不能输给这个人，一定要比他们先查明真相。说着就把山根警官给抓了。山根警官是个老好人了，和他们讲了一下前面3起手法相同的杀人案，犯人都是一刀刺穿被害者的心脏将他们杀害，再切下双手带走，所以被称为首富收藏家。
本来翡翠已经锁定了几个嫌疑人，结果昨晚在盘问其中一个人的时候，被对方给逃到了废弃工厂。那个工厂只有2个出入口，山根和翡翠兵分2路，打算包夹他。山根率先找到犯人，并且压制住，并给他戴上手铐。没想到一时松懈，被犯人甩开又跑了。而急忙赶到现场的翡翠也被犯人撞倒，最终还是被他给逃了。其实昨晚那人的表现，再加上翡翠的推论，几乎可以认定那个男人就是首部收藏家。然而今天他们就看着那人以尸体的形式出现在了货车里，只能说明首部收藏家另有其人了。鸭乃乔直接上车，近距离观察尸体，发现尸体穿得过于单薄了，手臂上还有一个鸟的刺青。山根对这个刺青记得很清楚，确认他就是昨晚逃跑的男人。今天的鸭乃乔好像一直在玩，根本就没认真探案，还在和嘟嘟丸抢手偶的时候故意松手让他飞出去。察觉到之后，翡翠立刻闪身躲开，嘟嘟丸则直接将山根撞倒。这一撞直接证明了翡翠刚刚在说谎。他说自己当时被犯人撞倒了，可实际上以他的身手，不可能被手铐铐住还行动不自由的犯人一撞就倒。翡翠也承认了，山根不小心让犯人逃跑的时候，自己并不在场，他那时候守在另一个出入口。说谎是因为那天山根袖子上的纽扣掉了，这说明山根当时的精神状态并不算好。面对猎奇的连环杀人案，惊慌失措在所难免，以至于在最后关头犯了错。翡翠觉得自己作为上司没能及时掌握部下的精神状态也有错，所以选择了包庇他。山根也连连道歉。这时鸭乃乔突然提醒他又掉了颗扣子，山根赶紧检查，发现还真掉了，只是一颗扣子而已，他却瞬间惊慌失措地寻找起来，没想到扣子变成了鸭子的眼睛。山根这才长吁一口气，感慨太好了，这次没搞丢。鸭乃乔听他说完这句话，立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刚好修比兹打来了电话，他已经查明了那个死者的身份，还去死者家里了一趟，里面全是各种手部照片和雕像。这个人是个名副其实的手部收藏家，之前3位受害人的手也全都在冰箱里放着，也就是说，这个死者的确是前3起连环杀人案的凶手。接着鸭乃乔找借口把嘟嘟丸带进了厕所，将自己的推理悉数告诉了他，照例由他来公布真相。首先可以确定的是，死者是之前案件的凶手，而他其实是自杀的，自己刺穿了胸口，所以上衣的袖子上沾到了喷溅的血。为了伪装成他杀，有人把他的上衣脱掉藏了起来。他自杀的时间应该就是被围追堵截，躲到废弃工厂心灰意冷的时候。反正已经没希望脱罪了，死了算了。当时在现场的只有翡翠和山根，那么割掉死者双手的就是第一个发现他的山根刑警。因为当时是晚上，废弃工厂又没灯，那山根是如何一眼就看到犯人手臂内侧的纹身是个鸟呢？至于他为什么要割掉死者的双手，其实是为了掩盖他把手铐弄丢的事情。因为他刚刚找到扣子时感慨的那句话，说明他已经弄丢了更重要的东西，也就是警察的颜面手铐。于是在看到自杀的犯人之后，灵机一动，谎称犯人戴上手铐后就逃走了。接下来砍掉尸体的手放在货车上，让遗体以没有手的状态被发现，就不会有人怀疑他弄丢了手铐。而他如此大费周章，却只是为了保持自己在翡翠面前的完美形象。意识到都是自己给山根带来了这么大的压力，翡翠安抚地摸着嚎啕大哭的山根的背。虽然没杀人，但做了这种事，山根也当不了警察了。然而在他被带走之前，翡翠告诉他，只要他还有意愿办案，自己会空下身边的位置等着他。反正搭档没必要都是警察，就像嘟嘟丸和鸭乃乔一样。这是一场超能力电视直播，自称能用文字操控人的大脑的男人，在展示了单词 death 之后，被测试者竟然真的当场死亡了。这就是鸭乃乔最近沉迷的电视节目。嘟嘟丸来找他的时候，他还在看。本期嘉宾分别是天才脑神经外科医生蒙福医生与超能力者虎毛先生。蒙福虽然在专业领域可以说是无人能敌，生活中却笨手笨脚，比嘟嘟丸还笨蛋。他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超能力，所以要上节目拆穿虎毛。所以首先由虎毛展示自己的能力，他还拿出了10万元的奖金，表示只要没被他的超能力操控，这笔奖金就归受测者了。
台下的观众纷纷举手，虎毛选中了白衣男子。戴上抗噪耳机后，他就听不到外界的声音了。虎毛在板子上写下了单词 jump， 没想到看到文字的一瞬间，白衣男子真的不受控制的跳了起来。之后的 run 也是如此。然而蒙福却质疑白衣男子是虎毛找来的托儿，因为他用分析人体动作的生物运动 app 观察受试者，发现这人就是上一次的受试者。毫无疑问，他肯定是托儿。但虎毛说什么也不肯承认自己和白衣男勾结，在板子上写了一个新单词，赫然是 death。如果受试者连死都能做到，是否就能证明他不是托儿呢？蒙福依旧不相信，于是虎毛将板子示意给白衣男看，下一秒白衣男就瞳孔骤缩，倒地不起。虎毛上前检查了他的脉搏，宣布此人已死。这场突发事件导致了直播中断。鸭奶乔也是不相信超能力的，立刻和嘟嘟丸前往了直播现场，照例躺到了尸体身边，表示会为他报仇。他声称是虎毛的路人粉，想请大佬给签个名儿，说着就把嘟嘟丸的警察手册递了过去。虎毛拿了根超粗的马克笔，刷刷签下了自己的大名，因为笔太粗，本子太小，糊成一片，根本看不出来写的啥。虎毛坚称白衣男是被自己用超能力杀死的，但那也是蒙福医生让他做的，所以要追究责任的话，应该去找蒙福。鸭奶乔就去找了正在自闭的蒙福，眼睁睁看着一个人在自己面前失去生命，是对外科医生最残忍的事情。事后他也检查过死者的尸体，发现死因是中毒，大概率是河豚毒或者蛇毒，也有可能是毒性更强的肉毒杆菌毒素。鸭奶乔当即称赞，不愧是蒙福医生，跟他的见解一样，受试者脖子后面的斑点就是毒针刺过的痕迹。可是在测试过程中，虎毛没有任何可疑动作，受试者身后也没有人，那到底是怎么刺上去的毒针呢？鸭奶乔询问蒙福受试者倒下后的情况，其实受试者并不是倒下就死亡的。蒙福为他做心脏复苏的时候，他曾一瞬间恢复过呼吸，还露出了痛苦的表情，但紧接着就再度停止呼吸，这次彻底确认了死亡。听完之后，鸭奶乔就已经知道了虎毛的手法，接下来将由优秀刑警嘟嘟丸为大家解开这位超能力者的诡计。首先还原一下受试现场，嘟嘟丸让蒙福扮演受试者，自己扮演虎毛，准备了同样的板子，又让虎毛把当初用的笔拿过来。虎毛表示不想陪他们演这种闹剧，蒙福想上前拿，结果笨手笨脚的他一不小心平地摔，还压倒了虎毛，地上掉了好几支笔。蒙福眼疾手快，拿走了他用过的那支。紧接着蒙福也被戴上了抗噪耳机，然后光明正大的当托，跑和跳结束后就来到了死。蒙福也像之前的受试者那样走到了测试者身边，嘟嘟丸给他看了板子上的字，下一秒蒙福竟然也当场倒地。这个单词究竟有什么魔力，居然接连害死了2个人？看到大家惊慌的神色，嘟嘟丸赶紧告诉他们蒙福没死，他只是当托儿按自己板子上写的做，说着将板子上的内容上下颠倒了一下， death 瞬间变成了 sleep， 所以蒙福和受试者都只是假装睡着而已。而在虎毛上前给受试者把脉的时候，受试者因为听不到外面的动静，其实还在演戏，直到直播中断，现场一片混乱，虎毛就趁乱混入人群，在他体内注射了毒素。蒙福做心脏复苏的时候，他露出的痛苦表情就是毒素在逐渐发作。至于作为罪证的毒针，其实藏在细的笔头那边，不然虎毛为什么在签名的时候偏偏用另一头更粗的笔头呢？事已至此，虎毛只好承认了自己的罪行，那个白衣男的确是他安排的托儿，但是他拿这件事威胁虎毛，必须把9成的收入给他，不然就曝光他。虎毛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伪装超能力把他杀了。话音刚落，鸭奶乔就又犯病，直接把藏了毒针的笔扔过来，让他自杀谢罪。被鸭奶乔一番洗脑，虎毛真的将笔头刺向了自己的下巴。嘟嘟丸赶紧飞扑上去打飞了马克笔，可他自己的手上出现了一个黑点，大家都以为是毒针的痕迹，把清醒过来的虎毛给整不会了。我只是把笔头拔掉才装上的毒针，怎么可能会沾上墨水呢？众人这才发现地上还有另一支一模一样的马克笔，原来刚刚摔倒的时候蒙福拿错了，真正的毒针在这里呢。鸭奶乔却吓出了一身冷汗，差点害死嘟嘟丸这件事给他造成了心理阴影，他觉得自己果然没资格当侦探，又回到了从前那种得过且过的状态。嘟嘟
督完想着干脆趁这个机会停下这种危险的办案方式也行。这时蒙福过来跟他道谢，其实蒙福参加这个节目是有原因的，以前经常有病人听信超能力不愿意做手术，一直拖到无法挽救的程度，现在嘟嘟完当众戳穿超能力的阴谋，相当于拯救了许多病人的性命啊。蒙福的这番话也让嘟嘟完恍然大悟，无论如何鸭奶桥的推理都是有意义的，然后告诉蒙福鸭奶桥有逼迫杀人犯的怪癖，希望他没有被吓到。等他走后，蒙福才自言自语，那个与其说是单纯的逼迫，不如说……而嘟嘟完已经追上了鸭奶桥论，向他保证下次自己一定会阻止他，所以相信那个为了不伤害到别人就甘愿自我封闭长达5年的鸭奶桥吧。说完后，递给了鸭奶桥一张狮子座流星雨鉴赏会的邀请函，于是为了转换心情，两人就踏上了鉴赏会所在的小岛。开船送他们去的就是鉴赏会的主办人，这座小岛盛产鸭奶桥最爱的黑糖蜜，他还特地带了呼啦圈，因为在天文台摇呼啦圈是他窝在家里5年最想做的事情之一。主办方就表示会跟厨师说为他准备黑糖蜜餐点。很快他们就来到了天文台，1楼是大厅和餐厅，大厅竟然还摆了个模型枪，主办人说是用来趋吉避凶的。2楼是客人住宿的地方，尽头处的门就是圆顶观测室的入口。3人刚进去就听到厨师大姐在怒吼，厨师解释观测室关起来后就能彻底隔音，所以他经常来这里大吼发泄。解释完就开始吐槽，竟然有客人要准备什么黑糖蜜餐点，说的鸭奶桥都不好意思了。这时其他受邀客人相继过来，这个发型奇怪的天文爱好者名叫锦泽，头发剪成那样是为了放望远镜，拿着相机的则是天文摄影师小野寺。而第3位客人的出现则让鸭奶桥瞬间愣住了。这个男人是连鸭奶桥都佩服的人，他也是侦探学校 Blue 的教官约翰·古里兹利。看到鸭奶桥在这里，他也很惊讶。鸭奶桥解释自己只是来寻找美食的。主办人给大家介绍了嘟嘟丸和约翰，说这2位是他为了防止鉴赏会出意外特地请来的一流侦探和优秀刑警，因为这里10年前发生过一起极为残暴的案子，那也是一个观测狮子座流星雨的日子，当时的馆长和6名客人全部遭到了枪杀。警方展开了大规模调查，却没有发现作案用的手枪，也不知道凶手是谁，这个案子就成了悬案。而现在的主办人是当时馆长的儿子，他觉得自己应该克服阴影，走出悲剧，这样才会是父亲希望的。所以在10年后，他又举办了一场狮子座流星雨的鉴赏会，热爱天文的客人们纷纷为他加油。此时最后一位客人也出场了，竟然是偶像俄里基。就在这时，鸭奶桥把天文台给开了，望远镜自动转了起来，这是由电脑控制，会自动追踪登记过的星体并录影的望远镜。不过欣赏流星雨的时候用不到这东西，更适合直接肉眼观看。当天晚上，大家一起美美的享受了黑糖蜜美食。博学善谈的鸭奶桥也因为丰富的天文学知识，赢得了锦泽和小野寺的好感。嘟嘟丸觉得自己好像不太了解鸭奶桥的事情，就跑去找约翰老师打听。5年前，鸭奶桥在 Blue 参加了一场实习，由学生和警方合作逮捕真正的犯罪者。鸭奶桥凭借过人的推理能力，很快找到了7名杀人集团成员躲藏的地点。可警方进入那里的时候，看到的却是全身是血的鸭奶桥拿着凶器，精神恍惚地站在7名杀人集团成员的尸体中间，一切证据都指向他是杀人凶手这件事。但事后因为鸭奶桥没有案发前后30分钟的记忆，被判定为精神失常而没有得到惩罚，只被剥夺了侦探资格。刚听完鸭奶桥这段不堪回首的过去，嘟嘟丸回头一看，吃黑糖蜜吃的肚皮都鼓起来的鸭奶桥竟然在转呼啦圈，说是在表现太阳系行星的运行。嘟嘟丸大无语，鸭奶桥也累了，直接下去准备睡觉，其他人则留在天文台欣赏流星雨。突然嘟嘟丸想起来小野寺说去拿摄影器材，可这都2个小时了，怎么还没回来？话音刚落，就听见咔嚓一声响，望远镜竟然开了，紧接着里面传来了一声枪响，众人赶紧下天台跑到2楼尽头，门却怎么也拉不开，主办人只好回去拿钥匙，没想到钥匙竟然不见了，最后只好几个人一起把门撞开，发现观测室里一片黑暗，打开手电筒，只见鸭奶桥和小野寺双双躺在地上，满地都是玻璃灯的碎片，但小野寺身上有枪伤，已经确认死亡，而鸭奶桥的手边就有一把枪。众人进来后他就醒了，表示自己回房间躺着后就没有记忆了，跟5年前一模一样。不过公正的约翰老师让其他人也不能轻举妄动，在场的人都有嫌疑。他先检查了小野寺的尸体，还温热的说明遇害没多久，凶器大概率是这把
摆在大厅的手枪只是模型枪，为什么会变成真枪呢？确认了观测室的环境后，约翰得出结论，犯人除了鸭乃乔不可能有别人了，因为这里只能从门出去，但他们来的时候门是紧锁着的，这是完完全全的密室。鸭乃乔有些激动，结果突然听见身上有响声，一摸裤兜摸出来一把钥匙，好家伙，这一下连证据都有了。约翰让嘟嘟丸直接逮捕鸭乃乔，当然在那之前还是先给他双鞋穿，毕竟光脚踩在玻璃碎片上很危险。被押送回仓库后，嘟嘟丸再一次问鸭乃乔到底是不是他干的。鸭乃乔没有那段记忆，可这么多证据都指向他，就连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了。嘟嘟丸恨铁不成钢地提醒他，以前被你逼上绝路的都是杀人犯啊，可小野寺小姐不是个普通人吗？一句话把鸭乃乔从消沉中拉了出来。其实他还有一个秘密没告诉嘟嘟丸，那就是他的枪法烂到不行。在侦探学校的时候，他每科都能满分，唯独射击课连靶子都射不中。而小野寺是被人从背后精准射中心脏的，那就不可能是鸭乃乔了，犯人另有其人。天文馆忽然发生凶杀案，凶杀案现场是连最强侦探都无法破解的密室，而案发时唯一和死者待在一起的就是侦探本人。嘟嘟丸却不相信鸭乃乔是杀人犯，决定这次由自己为他洗刷冤屈。等其他人离开后，他先检查了观测室，确认这里只有大门一个出入口，发现那些室内灯上全都有弹孔，他们是被枪给打破的，而且全都是一枪就中。鸭乃乔不擅长射击，这样一来他身上的嫌疑又小了。可是他们只听到了一声枪响呀，紧接着嘟嘟丸学着鸭乃乔那样想和尸体对话，结果一跟尸体面对面就吓得跳了起来，却注意到了那台巨大的天文望远镜。之前馆长说这台望远镜会自动追踪并录影，嘟嘟丸立刻查看起记录，却没注意到一个人影出现在了他身后。来的人是约翰老师，他手里还拿着梯子，也是想来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证据，下定决心要让鸭乃乔被定罪。因为约翰和嘟嘟丸一个侦探一个警察，是唯二有身份的人，两人便交换了一下情报。约翰已经盘问过其他人了，确定死者小野寺是晚上11点之后不见踪影的，不过他作为摄影师却不提前准备好器材，这点似乎很不正常。而他被射杀的时间应该就是1点左右，大家听见枪响的时候，所有人都有不在场证明。馆长是11点半回过办公室，但0点就立刻回到天台了。景泽只在0点左右去过一次洗手间，在枪响时这两人都在天台。厨师大姐从晚上11点到凌晨1点一直在1楼的厨房，枪响时正在和去拿饮料的爱豆小姐聊天。爱豆从0点开始就在馆内四处走动进行直播，0点40结束直播去厨房，凌晨1点和厨师一起听见的枪声。约翰和嘟嘟丸则全程待在天台，只有鸭乃乔10点半回房间睡觉了。虽然除了鸭乃乔以外的所有人都有不在场证明，嘟嘟丸还是不相信凶手是鸭乃乔。约翰没有直接否认他的想法，而是问他有没有什么发现。嘟嘟丸便将室内灯和望远镜录像给他看，望远镜是11点开始运作，直到凌晨1点都是一片漆黑。1点之后开到了北极星，和圆顶打开听到枪声的时间一致。约翰却突然想到了什么，立刻把手铐的钥匙给了嘟嘟丸，让他把鸭乃乔的手铐解开，再将刚刚的话跟他说一遍。没时间了，当地警方也因为台风的关系暂时过不来，他们必须尽快抓到凶手，不然还会有下一个受害者。嘟嘟丸来不及多问，赶紧去给鸭乃乔开锁。鸭乃乔果然明白了什么，如果11点到1点是一片漆黑的话，犯人不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中一枪打爆室内灯，那就只可能是在11点之前或者1点之后打破的。7盏室内灯，1点之后只有一声枪响，所以肯定是11点之前，也就是说11点之前观测室的地板就已经散落着室内灯的碎片了。而鸭乃乔被发现的时候是赤脚，在漆黑的环境中走过碎片散落的地板，他的脚底肯定会被碎片划伤，说明他在11点之后完全没有在观测室走过半步。1点枪响，小野寺被射杀时，他俩之间隔着巨大的望远镜，再加上鸭乃乔那稀烂的枪法，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在那个位置射杀小野寺。鸭乃乔的嫌疑几乎全部清除，而且他觉得自己10点半产生睡意，是因为有人在他的黑糖蜜里放了安眠药，所以现在他要去喝没加安眠药的黑糖蜜。另一边，留在观测室的约翰却发现了新的线索，凶案现场竟然出现了一根
根钓鱼线，很明显这是达成密室条件的重要线索。那么钓鱼线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的呢？与此同时，鸭乃乔也喝完了黑糖蜜，感觉大脑总算清醒过来了。他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如果凶手不是他的话，犯人肯定是把昏迷的他搬到了观测室。可这个房间居然没留下任何线索，说明犯人准备的非常周全，甚至很可能是专门针对鸭乃乔的。约翰老师自然也猜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决定这次回去后重新调查鸭乃乔5年前的案子。然而两人突然听见外面传来一声枪响，紧接着就看到从楼上坠落下去的约翰。嘟嘟安和鸭乃乔立刻冲了下去，约翰胸口中了一枪，只说了一句鸭乃乔这是陷阱，就永远的失去了呼吸。但鸭乃乔他们来晚了，没能听见这句遗言，连侦探学校的教官都死于这场案件，凶手肯定极难对付。鸭乃乔侧躺在老师身边，向他保证一定会替他报仇雪恨的。尸体衣服很整齐，凶手大概率是从远距离开枪，约翰就这样从高空坠落。突然鸭乃乔发现了老师手里的那根鱼线，这时馆长和景泽一起跑了过来，看到侦探先生竟然死了，都以为又是鸭乃乔干的。鸭乃乔便用了30秒跟他们解释了现状。随后嘟嘟丸将所有人聚集到了大厅里，他还在屋顶找到了凶器，跟射杀小野寺的是同一把，应该是犯人从保管手枪的约翰手里抢走的。嘟嘟丸接着确认他们案发时在干什么。馆长原本在房间休息，听到枪声他连忙跑出来，景泽是在洗手间听到的，跑出去后与大厅的馆长会合。厨师戴着耳机睡着了，爱豆也正戴着耳机检查直播用的音档，两人都没有听到枪声，也就是说这次所有人都没有不在场证明，接连2人被射杀，就像10年前的那场悬案重现一样，但凶手一定就在他们之中。而鸭乃乔和嘟嘟丸也绝对会把人揪出来。两人先去了观测室门口，复现他们第一次听到枪声赶来的场景。现在的问题在于犯人是如何将观测室变成密室的，唯一一把钥匙在被关在里面的鸭乃乔口袋里，犯人是用什么方法锁上门的？嘟嘟丸想起了约翰手里的那条鱼线，把鱼线从门上的缝隙垂下来，套在门锁上，从外侧转动就可以锁门了。然而门的边缘全都涂满了强力胶，根本没有能穿过鱼线的缝隙。犯人为什么要涂上强力胶呢？鸭乃乔现在对这个案子越来越感兴趣了，他走到死者身边，从这里看过去，对面的东西都会被望远镜挡住，所以当时小野寺应该是没有看到鸭乃乔的，唯一能看见的是通风口。鸭乃乔让嘟嘟丸把手电筒关掉，闪着红光的室内灯开关和亮着的控制圆顶的开关在黑暗中就非常明显了，而小野寺就倒在控制开关的前面。当初他们听见枪响的同时，圆顶就开了，难道是小野寺在打开圆顶开关后立即被射杀的吗？但是犯人也不可能从圆顶逃跑呀。就在嘟嘟丸苦思冥想的时候，鸭乃乔摇着呼啦圈竟然夹到了鱼线，多亏了这根鱼线，密室的秘密已经被解开了。不过还没等鸭乃乔告诉嘟嘟丸，爱豆小姐就过来接手电筒了。听到手电筒3个字，鸭乃乔将前面的线索也全部串了起来。很好，现在犯人是谁他已经知道了。所有人再一次被聚集到观测室，嘟嘟丸告诉大家，犯人就在他们之中，没错，就是你，馆长先生。在约翰老师被射杀的时候，嘟嘟丸和鸭乃乔是刚好在窗边目睹了他坠楼的场景，所以才会立刻赶往坠楼地点。可是如果没有看到这一幕，肯定会先去枪声传来的方向。然而馆长却也是急匆匆的往坠楼地点跑，甚至都没打伞。其实这是为了掩盖他的衣服早已在射杀约翰的时候就被淋湿的事实。馆长自然不肯承认，连忙表示他在小野寺被射杀的时候可是有不在场证明的。可惜密室也已经被鸭乃乔解开了。馆长在鉴赏会途中假装要回自己房间，其实是偷袭了小野寺，并给他灌下了安眠药，然后把人搬到事先用枪将室内灯全部击破的观测室，跟同样被安眠药迷昏的鸭乃乔待在一起，将万能钥匙放进他的口袋，枪也摆在他手边，最后在大门边缘涂满强力胶，把2人关进里面。而这个时候门并没有锁，给小野寺灌的安眠药药效并不强，所以他很快就会醒过来。第一件事肯定是去找室内灯开关，但室内灯已经被破坏。不过他发现门就在室内灯开关旁边，拉不开后会下意识的转动门锁，结果反而把门给锁上了，密室就这么形成了。那么犯人是怎么射杀小野寺的呢？他还设下了另一个圈套，没错，那条鱼线不是造成密室的装置素材，而是达成自动射杀条件的装置素材。犯人把鱼线的一头绑在望远镜上方，再把另一头穿进通风口，绑在事先固定好的手枪扳机上。小野寺发现门怎么都打不开，就会下意识的前往唯一在发光的圆顶控制开关，因为只要打开天花板，清醒的光就会照亮室内，说不定还会有人听见他的呼救，
然而拉下开关反而成了索命咒。圆顶打开后，望远镜也会随之旋转，绑在上面的钓鱼线被拉扯，直到扣下扳机，直直射中站在开关前的小野寺。约翰找到的鱼线就是望远镜继续旋转而扯断的部分。馆长反驳，当初在发现他们的时候，枪是在鸭奶桥身边，而不是通风口。其实那是因为鸭奶桥身边是大厅的模型枪，真枪早就被馆长趁大家检查尸体的时候偷偷回收了。事后他又用那把枪射杀了约翰。馆长继续强词夺理，那你们倒是拿出证据证明是我做的呀。证据就是他们还没破坏门进入观测室，馆长就让厨师去把手电筒拿过来，说明他早就知道里面室内灯打不开，而这件事只有破坏室内灯设下圈套的犯人才会知道。馆长无话可说了，但他说小野寺本就该死。原来小野寺并不是什么摄影师，其真实身份是报道悬案的采访记者，千方百计接近馆长，就是为了调查10年前的案子。从现场会离开也并不是去拿器材，而是偷偷溜进馆长房间到处乱翻。很明显他是发现了什么才会被馆长灭口，他发现的就是那把枪，也是10年前的命案所使用的手枪。10年前的真凶就是馆长的父亲，他将所有客人和员工射杀后自杀。最先到达现场的馆长掩盖了真相，小野寺和约翰想翻出旧案，馆长承认了所有罪行。下一秒鸭奶桥立刻犯病，将枪递给馆长让他自杀谢罪。好在嘟嘟丸及时阻止，让鸭奶桥恢复清醒。结果馆长手里还有一枚药，他早就做好自杀的准备了。吞下药的馆长朝鸭奶桥露出嘲讽的表情，告诉鸭奶桥的确有人在引诱陷害他，但无论如何都逃不过那人的掌心。说完后就口吐白沫，不再动弹了。嘟嘟丸宣判了馆长的死亡，2场杀人案就此落幕。鸭奶桥心里却产生了更多谜团，他打开了圆顶，让清晨的阳光洒进来，紧接着就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但这时当地警察也来了，在检查馆长尸体的时候，一个小警察似乎发现了什么不对，可领导却笑眯眯地看着他。检查结束后，警察带着几具尸体离开，鸭奶桥和嘟嘟丸并没有跟着一起。鸭奶桥觉得这次的案件和5年前自己遭遇的命案是同一个人的手笔，证据就是被照亮的小野寺遇害现场，尸体下方有鲜血画的记号，和5年前在命案现场醒来后出现在鸭奶桥脖子上的记号一模一样。他会出现把犯人逼上绝路的毛病，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也就是说，5年前的案子，鸭奶桥也是被陷害的，陷害他的人就是馆长说的那个人。在毫无知觉的时候被如此玩弄，简直就是鸭奶桥侦探生涯的耻辱，所以他一定要把那个人揪出来。与此同时，运送尸体的船上只剩下了那个老警察。下一秒，本应成为尸体的馆长竟然从袋子里钻了出来，他对着老警察毫不吝惜溢美之词，没想到老警察一枪把他给崩了，一边撕下面皮，一边给哥哥打了个电话。他们都出自最强大的犯罪家族 M 家族，而鸭奶桥既拥有他们犯罪王莫里亚蒂家族的血统，又拥有最伟大侦探福尔摩斯家族的血统。咖啡厅里突然传来一声尖叫，竟然是一位女客人被当场毒死。警察立刻赶来封锁了现场，并在咖啡里发现了装氰化物的胶囊，而嫌疑人则锁定了咖啡师鸭奶桥、刑警嘟嘟丸和记者小姐，以及死者的2位同伴。而鸭奶桥和嘟嘟丸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还要从今天早上说起。周刊记者门纪小姐竟然特地来警局采访嘟嘟丸，还自称是嘟嘟丸的迷妹，打算为他做一期焦点人物专栏。因为嘟嘟丸接连解决了连环溺毙案和首部收藏家杀人案，虽然这些案子都没有被大肆报道过，但是门纪自从小时候被绑架，被一位刑警迅速破案救出之后，就对这些案子非常感兴趣，还将刑警视为了英雄，也一直在尽自己所能调查血案和不可能的犯罪。正因如此，他才会关注到接连解决好几起悬案的嘟嘟丸。听到他这么说，嘟嘟丸更慌了，毕竟真正解决那些案子的人其实是鸭奶桥，而他又不能告诉别人这件事儿，只能硬着头皮接受了门纪的采访。2人一起来到了一家咖啡厅，万万没想到咖啡厅的店员正是鸭奶桥。不过现在的嘟嘟丸已经对他的神出鬼没不感到惊讶了，只是惊讶你小子怎么这么闲。鸭奶桥当即撇起了嘴，还不是怪某个人不带案子来找我。嘟嘟丸无言以对，
这时鸭奶桥注意到了他身后的门纪，一眼就看出来这位小姐是个记者。她刚进店就立刻看向杂志架，而且脚上的低鞋跟有磨损的痕迹，说明经常外出快走。手机壳里的卡夹里放满了名片，这些都是记者的特征。嘟嘟丸刚想解释为什么会带门纪来这里，店里就又来了3位年轻女性客人。黑长直先去外面拍了一下招牌，大马尾和妹妹头就来到前台点单。3人点了一模一样的拿铁。就在嘟嘟丸担心鸭奶桥能否胜任店员这份工作时，就看见对方有条不紊地操作起了咖啡机，3杯完全一样的拉花拿铁就制作完成了。拉出来的拉花自然是鸭奶桥最喜欢的鸭嘴兽。大马尾看到后称赞了几句，就端着3杯咖啡回到了座位上。嘟嘟丸和门纪继续在前台跟鸭奶桥唠嗑。得知门纪是来给嘟嘟丸做专访之后，鸭奶桥表现得非常激动，甚至端出了超大杯黑糖拿铁请他们试喝。此举虽然是为了跟社会记者搞好关系，因为他们可是棘手案件的重要情报来源。提醒完嘟嘟丸后，鸭奶桥又开始忙碌起来，可他的热情却引起了门纪的不满，觉得这小子就是在浪费嘟嘟丸刑警的时间。话音刚落，旁边就传来一声尖叫，众人回头一看，发现是那3位女客人其中的黑长直倒地不起。鸭奶桥反应最为迅速，让嘟嘟丸叫救护车和警察。摔下来的咖啡里明显有一枚药片，这枚药片就是致死的氰化物。那位黑长直已经不治身亡了。鸭奶桥照例躺在尸体身边，向他保证会为他报仇雪恨。门纪对他的行为非常不满意，现在这里是嘟嘟丸刑警的地盘。鸭奶桥没有反驳门纪，毕竟现在他也是嫌疑人之一，能有机会在死者咖啡里下毒的就只有3个人，负责泡咖啡的他以及死者的2位同伴。他下意识分析了起来，究竟是谁用什么方法下毒的？门纪对嘟嘟丸非常自信，告诉大家不用担心，嘟嘟丸刑警一定会华丽的解决这起案子。这话搞得嘟嘟丸压力很大呀。鸭奶桥却觉得这位记者小姐很有前途，让他以后不管是什么地区的棘手案件，都可以先来找嘟嘟丸刑警商量。很明显，这是在给自己谋福利。有了记者这条关系，他以后就有数不清的案子可以破喽。于是现在就变成了嘟嘟丸单独破案的时间。他先让3个嫌疑人讲述了一下当时的情况。首先是负责泡咖啡的鸭奶桥，他确认自己做的拉花拿铁很完美，唯一奇怪的地方就是明明是鸭嘴兽的形状，却被单马尾说成是鸭子。嘟嘟丸大无语，又不是所有人都认识鸭嘴兽。紧接着就是负责端咖啡的单马尾，他把咖啡端过去之后，死者就邀请他们一起拍照。没多久又有人打电话给他，他就去接了个电话。同时死者说要去店里其他地方拍照片。他们2人走后，桌子上就只剩下妹妹头一个人。等2人回来后，死者第一个拿起杯子喝下咖啡，然后就倒地不起了。听起来3个人身上都有疑点，但鸭奶桥的疑点是最小的，他并不知道谁会拿哪个杯子，也没有随机杀人的动机。说到这里，妹妹头倒是想起来一件事，只是因为拿错了一杯咖啡，这个女人就命丧黄泉。死者当时的举动非常奇怪，明明3杯咖啡一模一样，他拿的却是离自己最远的那杯。可犯人究竟怎样才会做出这样的动作呢？嘟嘟丸让嫌疑人先离开这里，然后自己整理起了情况。就在这时，鸭奶桥用手机打字悄悄告诉他，可以去查一下被害者的社群媒体和记者的照片。但是门纪拍的照片全都是嘟嘟丸，只有1张相关的，是在前台拍的3杯拿铁。鸭奶桥凑上来看了一眼，非常自豪，不愧是我泡的，每一杯都如此完美。紧接着2人又查看了死者手机里的照片，其中有一张他们3人的合照，死者的手里还拿着咖啡，看上去没有任何异状。但鸭奶桥却已经察觉到了一点，嘟嘟丸则双手挠头，狼狈不堪，他啥都看不出来。这副模样大概会让门纪的迷妹滤镜碎掉吧。关键时刻还得靠鸭奶桥拯救他。作为嫌疑人，他要离开这里去发呆了。刑警嘟嘟丸也以需要监视嫌疑人的理由跟着离开，再回来他就是知晓一切的神探嘟嘟丸了。再一次将3位嫌疑人和警察们聚集在大厅，首先公布结论，这不是随机杀人，而是一场有预谋的杀人案件。犯人很确定死者会拿离自己最远的那杯咖啡，而答案就在死者手机里的那些照片中。
照片里的死者永远都在 C 位，这样的人一定会选3杯咖啡里看起来最好看的那杯。所以犯人只需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把没下毒的2杯咖啡用指甲划一下，破坏拉花的形状。紧接着嘟嘟丸亮出了另一张照片，在他们还没分咖啡的时候，死者就曾经拍过一张合照，那个时候的咖啡已经被破坏掉了，说明犯人是在端拿铁回座位的那段时间内完成的。唯一能做到这件事的就是丹马伟。现在一切证据都摆在面前，丹马伟瞬间崩溃，承认了一切。原来死者不仅要自己成为最亮眼的那个人，还不允许别人抢走他的风头。丹马伟的男朋友就是被他给抢了，所以他才会做出这种事。再怎么说也不能用杀人来解决问题。鸭乃乔立刻发力，眼睛又变成了让人头晕目眩的蓝，指责凶手没有资格活在这个世界上，撞死吧。丹马伟就沉默地走到了店里的一个大茶壶面前，正准备撞上锋利的壶嘴时，嘟嘟丸抄起一袋子咖啡豆就砸了上去，总算把丹马伟给砸清醒了。他的罪责应该由警察和法律来决定。门记记者今天的收获也非常丰厚，在看到嘟嘟丸抱头拼命思考的模样时，他明白了刑警断案并不是像变魔术一样解密，而是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全力以赴面对，所以他比之前更加尊敬嘟嘟丸了。鸭乃乔非常认同这番话，特意给他们泡了3杯拿铁。咖啡厅杀人案就此落幕。几天后，嘟嘟丸去了蒙福医生那里检查身体，确定他会无意识逼犯人走上绝路，并非先天因素。蒙福医生建议他去接受更精密的检查，还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另一边，嘟嘟丸则被部长安排去爱知县出差，那里是翡翠的地盘。自从在上次那个案子失去得力助手山根之后，他的重大犯罪破案率就一路下滑。部长想让嘟嘟丸去代替自己，听听翡翠临死前的哀鸣。鸭乃乔自然也跟着一起去，毕竟如果遇上什么重大案子，翡翠搞不定，那可就要由他们出马了。刚好蒙福医生给鸭乃乔介绍的研究所就在这附近，所以他先去了趟医院。嘟嘟丸自己去找翡翠警官，发现现在的翡翠警官的确完全不像个优秀刑警。翡翠也坦诚地告诉嘟嘟丸，他以前能看出来的东西现在都看不出来了。不过还是热情招待了嘟嘟丸，还带他一起去买伴手礼。发现一家店门口摆了小心疯狂变色龙的牌子，疯狂变色龙是最近让附近居民人心惶惶的随机攻击犯。犯人竟然当街拿着扳手殴打大学生，还抢走他们的手机。从现场留下的痕迹来看，明明都是同一个人单独犯案，可他的外貌却每次都不一样，所以被称为疯狂变色龙。根据受害者所说，那个犯人有时候是眼尾上吊的小学生，有时候是身高将近2米的壮汉，还有都市丽人或者六旬老人，每一次都是截然不同的形象。话音刚落，变色龙竟然在2个刑警眼皮子底下作案，当街袭击了一名西装男，抢走他的手机就跑路。嘟嘟丸立刻追了上去，翡翠去查看被害者的情况并通知警局，结果嘟嘟丸差点被车撞了一下，没能追上。而正前方有一位普通路人，犯人撞开他就往右拐了。嘟嘟丸只看见那人进了一家服装店，警察立刻封锁了那家店，把当时留在店里的客人全部留了下来。刚刚那位大学生已经确认死亡，这也是疯狂变色龙杀死的第1个人。翡翠手拿镊子，想要像以往那样发现嫌疑人的疑点，可现在的他什么都看不出来。就在这时，嘟嘟丸接到了鸭乃乔打来的电话，一听说有杀人案，鸭乃乔立刻来劲儿了，瞬间就判断出来犯人绝对不是乔装打扮，因为体型是无法改变的。那为什么在不同人眼里会变成完全不同的外貌呢？与此同时，翡翠已经根据法医的鉴定确认凶手应该是1.7米以上的男性，嘟嘟丸目测也差不多这么高，这样就可以把嫌疑人缩小到3个人了。然而翡翠还是什么也看不出来，最后只能让他们先回去。紧接着 cos 成近视的鸦雀的鸭乃乔就来了。翡翠知道上次破解首部收藏家案子的人其实是嘟嘟丸的助手，而不是嘟嘟丸，所以认真回答了鸭乃乔的问题。首先，那个大学生为什么穿着西装呢？翡翠回答，可能跟之前的一样，刚参加完求职活动回来，而且的确是所有受害者都穿着西装。这个回答让鸭乃乔确定了为什么每个受害者描述的犯人外貌都不同，那是因为他们都在说谎。翡翠的脑子也跟着转了起来，这些身穿西装的大学生都做贼心虚，很有可能全都牵扯进了电信诈骗的案件。他们为了假扮成银行职员之类，平时都会穿西装活动，如果犯人被抓到了，那么自己参与诈骗的事情也会曝光，大家就纷纷选择了说谎。
这样看来，犯人应该也是诈骗集团的一份子，或许跟受害者们之间有金钱或其他纠纷。抢走手机则是为了消除他们与诈骗集团的通话记录。接下来就轮到慧眼的翡翠登场了，但翡翠依旧对自己没有信心，于是近视的鸦翠就亲自教导他。不甘心被如此教训的翡翠恼羞成怒，最后成功突破心理阴影，一把捏起了鸭奶乔的领带，然后开始对着他这一身装扮拼命找茬，俨然和之前那个翡翠一模一样。鸭奶乔露出了一个欣慰的笑容，告诉翡翠他只要用这双慧眼好好审视刚才那3个人就行了。翡翠的脑海中瞬间浮现了那3人的模样，先向嘟嘟丸确认犯人在逃跑途中手肘攻击路人用的是否是左手。嘟嘟丸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但其实犯人并非要肘击路人，而是抬起手确认手表的时间，因为那边的告示牌写着禁止通行的时间，那时候明明是在那个区间之内，犯人却还是向右拐了，在发现无法通行后才匆匆躲进了服装店。这说明了一件事，那就是犯人的手表是不准的。可是刚刚翡翠已经让那几个人都回去了，犯人留下来的电话和住址都是假的，现在警察联系不上。不过翡翠并不慌，警察没有在犯人身上找到被害者的手机，所以手机应该还藏在这家店，那个人肯定还会回来。果然如他们所料，到了晚上，犯人就改头换面，悄悄回到了这家店，刚准备从模特手中抽出手机，周围就围上来一群便衣警察，疯狂变色龙事件也到此结束。回去的路上，嘟嘟丸问鸭奶乔下车后去干了什么事，鸭奶乔告诉他自己去了爱知县的脑研究所，诊断的结果是他的症状也许有机会得到缓解，但鸭奶乔的表情看起来却一点也不开心。这个男人的体内同时流着福尔摩斯和莫里亚蒂的血，现在的他是最强侦探，但他也有可能成为最强犯罪者。鸭奶乔一直很在意自己当年那场血之实血案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蒙府医生说，他想杀死犯人的病是因为做了某种医疗行为才出现的，而唯一有机会改造他的身体的就是5年前的那场案子。他就想让侦探学校的老师修比兹帮他拿到血之实血案的案件档案，作为交换，他可以帮他寻找他的家人。不过修比兹拒绝了，鸭奶乔这才把嘟嘟丸又给叫来了。果然，嘟嘟丸用真诚感动了修比兹，但他心甘情愿尽全力帮忙，同意了鸭奶乔提出的交换条件。3人当即就出发前往日本山梨，因为修比兹的哥哥当年就是在那个地方失踪的。他的哥哥是研究世界各地民间信仰的民俗学者。11年前的夏天，他前往山梨县的夜蛇村之后就下落不明。那个村子不愧叫夜蛇村，他们还没到地方，却在路上看见了一只白蛇钻进草丛，同时还听见了什么声音，循着声音来到了一处瀑布，发现对面站着一位白衣少女，少女身后是一座神龛。就在他们犹豫要不要搭话的时候，一把斧子凭空飞来，差点砍到嘟嘟丸。少女听到动静，立刻拎着箱子跑了。紧接着出现了一群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的人，那群人提醒他们来这里还是要小心点。等到了夜蛇村村口，看到一群人似乎在吵架，原来是有外面来的人说要在村里盖水坝，要求所有人撤离。那些外村人就是嘟嘟丸他们刚刚碰到的几个公务员，村民当然不可能同意，纷纷嚷嚷着夜蛇神大人是不会坐视不管的。夜蛇神是这个村子的人信奉的神明，据说从很早之前就守护这个村子了。说这话的人也是一位民俗学家，他同样是来调查夜蛇神的，只是现在村里出现了这种骚乱，根本没办法深入调查。领头的公务员只冲村长扔下一句好好教育你的村民之后就扬长而去。村长看上去也很为难，但还是热情的招待了修比兹他们，因为修比兹之前也多次来这里调查过哥哥的失踪原因，跟村长已经很熟了。村里的住宿小屋已经给公务员住了，所以3人被村长带回了家里。才刚到家，外面就下起了大雨。村长说这是夜蛇神之怒，说明可能要发生什么大事。之前他们见过的那位白衣少女就是村长的孙女小四。晚上修比兹给鸭奶乔看了自己大哥的照片，那时候他们俩是一起来夜蛇村的，结果第2天早上他起来就发现大哥不见了，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村民们也帮他一起在山里搜寻，最后什么线索都没找到，大哥就像是凭空消失一样。不知不觉外面的雨已经停了，嘟嘟下意识地望向了门外，对面就是公务员住的住宿小屋。突然他从窗户上的铁栏里看到了个奇怪的东西，仔细一看居然是一只蛇缠着一个人。3人立刻冲到了对面，进去之前鸭奶乔先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被雨水淋湿的地面没有留下脚印，说明没有人进出。接着他拉开了门，
门没锁，进去的时候听到了一声响，进去之后却什么都没有找到，刚刚的蛇缠人凭空消失了。然而隔天早上，在村子外面的瀑布池里，就出现了一具横死的公务员尸体，脖子上还有蛇鳞般的淤青。杨乃乔照例躺在地上和尸体对话。都督完族的警察对已知线索进行了汇总，尸体的死因是掉进瀑布池的时候撞到了头部，脖子上有被绳子勒过的痕迹，但是没有找到凶器。就在这时，村长走了过来，直接告诉众人不用查了，是夜蛇神大人做的。小屋外面没有脚印，只有神明才能做到这种事情。神秘的古老村落出现命案，凶手竟然是村民信奉的神明。对于唯物主义者的都督丸他们来说，当然不可能相信这种事情。紧接着，小四急匆匆地跑了过来，一上来就质问爷爷为什么要让外人进入瀑布。村长表示情况特殊，所以他批准了，然后向小四介绍了修比兹他们这几个人。得知都督丸是东京来的刑警，小四这才放松下来。亚乃乔突然问他昨天在瀑布上是干什么，小四回答他在那个神龛供奉夜蛇神大人，也只有夜蛇村的村民才能来这里献上贡品，村民们都对夜蛇神深信不疑。亚乃乔便不再多说，示意都督丸和修比兹进一步说话。他觉得这些村民对神明痴狂的状态有些不对劲儿，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时前两天他们遇见的那位民俗学者跳了出来，这位学者也对夜蛇神非常感兴趣，据说他直到现在也依旧活着，是一个活传说，甚至还会收到消失的力量出现的报告，比如15年前政府也有过新建水坝的计划，可每次要动工，那些重机械就会消失不见。学者还亲身感受过夜蛇神的力量，他有一次在这座山上跌倒失去意识，醒来后却已经身在山脚下了，越研究就越对夜蛇神大人痴迷，还有今后定居这个村子的打算。亚乃乔问他昨天下雨的时候在干什么，学者回答他去祭祀了夜蛇神大人的神社，那个神社修比兹也去过，里面还有巨蛇蜕下来的蛇皮、牙齿和眼珠，以及画着夜蛇神大人的挂轴和相关资料，但是昨天竟然暂停开放了。学者就回到了自己住的地方，三人重新梳理了一下从昨晚到现在发生的事情，关键应该是他们进门的时候听到的那声响声。修比兹觉得那可能是夜蛇神瞬间移动的声音，亚乃乔却觉得凶手另有其人。于是三人在警察的允许下又重新进入小屋搜寻了起来。警察告诉他们现场只有一个线索，那就是掉在地板上的黑糖蜜。这份黑糖蜜是亚乃乔昨天丢的，没想到会出现在这里，除了这个就没有别的线索了。修比兹瞬间绝望了起来，觉得大哥肯定也是被夜蛇神给抓走了。正对着窗外回忆大哥的时候，突然看到外面的河里有一条白蛇，可是亚乃乔和都督丸过来却什么都没有看到，但这反而给了亚乃乔灵感，问警察他们来的时候黑糖蜜的罐子是掉在哪里的。警察回答他们把榻榻米掀开检查后就恢复原状了，也就是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亚乃乔一撩头发宣布活传说就是由活人创造出来的。将答案告诉都督丸之后，都督丸把村里的人都召集到了瀑布上，首先告诉大家昨天晚上他们三个赶到住宿小屋的时候，亚乃乔不小心弄掉了黑糖蜜的罐子，地板弄脏，结果今天却发现污渍和罐子的位置不一样。这时候修比兹又说自己在河里看到了白蛇，事后都督丸前去调查，发现那其实是一块绑着绳子的石头，这些都是他们解开夜蛇神消失之谜的线索。原来那天晚上他们看到的夜蛇神大人只是贴在榻榻米上的挂轴画像而已，凶手把榻榻米立起来，在背面贴上夜蛇神大人的挂轴，然后用绳子固定，绳子的一头就用入口的门夹住，另一头则绑着石头垂到窗户外面，这样他们一开门绳子就会松开，绑着绳子的石头也会掉进河里，贴着画像的榻榻米倒下并发出砰的声音。等他们进入房间后，看起来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黑糖蜜的位置和污渍不一样，是因为犯人在收回挂轴的时候掀开了榻榻米。那么究竟是谁做了这种事呢？凶手为了不被村民问罪，肯定需要有人目击这个圈套，而安排他们住在小屋对面房间的就是村长。所有人听到这个宣判都惊呆了，凶手竟然是所有村民都最敬重的村长。都督丸他们当然也能拿出证据，今天早上发现的那具尸体脖子上有疑似蛇鳞的勒痕，他们就提到了昨晚看到有人被蛇缠住的事情，一般人肯定都会联想到被害者才对，只有村长一口咬定是夜蛇神，说明村长知道他们看到了挂轴的画像。村长还在强词夺理，你们根本就没有证据证明是我干的。于是接下来亚乃乔接替了都督丸的工作。哎呀，
其实嘟嘟丸刑警想说的是神龛的粗绳，众人这才注意到神龛上的绳子缠绕的方式跟昨天不一样，说明有人拿它做了什么事情又缠回去了。那么只需要让法医验一下公务员的脖子以及村长手上的皮肤组织，就能确定他到底是不是凶手了。村长无话可说，终于还是坦诚了一切。他说自己怨恨协助建造水坝的公务员，所以才会把人叫出来杀掉。刚说完，鸭奶桥就开始犯病，勒令他从瀑布上跳下去。村长下意识听从命令，准备往下跳，幸好嘟嘟丸已经习惯了这种事情，赶紧把人拉住，才清醒了过来。万万没想到，他们脚下的石块突然塌了，两人一起掉了下去。千钧一发之际，嘟嘟丸一手抓住村长，一手掰住岩壁上的凸起。此时鸭奶桥才刚刚清醒，突然草丛里飞出来一根绳子垂了下去。嘟嘟丸和村长赶紧顺着绳子往上爬，村民们也齐心协力把他们拉了上去。之后村长被警察带走，接受应有的惩罚。等所有人都走之后，鸭奶桥让那位扔绳子的人赶紧出来，而这个人竟然就是修比兹的哥哥。原来鸭奶桥和嘟嘟丸早就意识到修比兹的哥哥可能还活着，而且还救了那位民俗学者，再加上小四去神龛供奉都会带着保温袋，想必是拿食物去送给住在山里的人。修比兹不解地问哥哥为什么不告诉自己，殊不知哥哥其实是为了保护他，一切还要从15年前说起。那时候他来夜蛇村做研究，当时的村长刚好受外面要建造水坝的烦恼，哥哥就开玩笑的说可以利用夜蛇神的传说，没想到村长真的把重机械藏在了山里，阻碍了建造水坝的计划。4年后，哥哥在别的地方做研究的时候，不小心接触到了不能知道的情报，以至于被某个组织盯上，在逃离追兵的过程中辗转来到了这个村子。村长和村民们感激他，就让他躲进了山里。村长杀死那个公务员的真正原因，就是公务员发现了他的存在，并向村长勒索，村长忍无可忍才下杀手。所以这一切的开端都是因为修比兹的哥哥。但鸭奶桥却看出了村长真正想保护的是自家孙女对这个男人的感情。既然村长已经决定承担一切，那他们就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吧。说完后，鸭奶桥和嘟嘟丸就直接离开了。修比兹的哥哥和小四也修成正果。找到哥哥后，修比兹按照约定回到了学校，想要帮鸭奶桥找到那份文件，结果竟然被校长给发现了。校长对他的到来丝毫没有意外，且并不打算惩罚他，而是拜托他帮自己给鸭奶桥带封信。回到鸭奶桥的事务所后，鸭奶桥已经紧张到全身僵硬了。一听说修比兹没找到档案，当场倒地。修比兹便把校长给他的平板拿了出来，里面的信息只要看过就会立即被销毁，平板还被设置了密码，而密码竟然是修比兹和嘟嘟丸的个人资料，说明校长也想让他们俩听一听。一上来校长就告诉鸭奶桥，他想要的档案已经从警方和学校的记录里被删除了，而且在那件案子中，其实现场有发现第三者的血液，但是当时的校长实在没有办法解开密室谜团，最终没能替鸭奶桥洗刷冤屈。结果没过多久，关于血液的资料就被某人从所有档案中删除了。后来约翰老师在天文台遇害，现场留下的记号和鸭奶桥脖子上的记号一模一样，这让校长确定5年前的案子鸭奶桥是被冤枉的，记号是在案件发生后治疗伤口的时候被弄上去的，逼死犯人的病也是在那个时候植入的。而能做到这种事情的组织，全世界只有一个，那就是 M 家。据说这个家族专门搞高难度犯罪，他们犯下的案子100%会变成悬案。校长也想继续追查真相，并且已经知道他们学校里就有 M 家的内奸，所以只能用这种方式向鸭奶桥传递讯息。他对鸭奶桥抱有很高的期待，最近又得知鸭奶桥遇到了值得信赖的新朋友，认为他总有一天能亲手洗刷自己身上的冤屈。但是这个 M 家实在太恐怖了，就算是 Blue 的优秀学生想要调查那些悬案，也都会死于非命。然而鸭奶桥在知道这些后，心中却只有兴奋，只要他和嘟嘟丸继续查案子，总有一天能再接触到 M 家族，到那时候他绝对不会放过他们，他要揪出 M 家的真面目。与此同时， M 家族的长子也在暗戳戳的准备搞事情，想要看看鸭奶桥的血脉到底有多优秀，是否有资格当他们的兄弟。反正他绝不会允许继承福尔摩斯血脉的鸭奶桥以侦探的身份活下去，所以他要给予他绝望，让他自己主动放弃推理，让他体会一下莫里亚蒂家有多可怕吧。